大家好，我是 Motorbike 的丁丁。那这一次呢，我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一位是 Reveno 产品开发者修哥。对于这一阵子 Reveno 新上市的传动前组，那大家可以发现到他们这次的设计呢，跟传统的设计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观。那究竟这样子的外观是什么样的缘故，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次我们特别访问到了修哥，请他来跟大家解释看看，说这样子的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OK， 那我们就来针对我们的 Reveno 的前盘的这个设计，新的设计，我们来帮各位解释一下哈。当然，开发一定有个目的，那我们就针对市售上或者是原厂上的差异性，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但在原厂上呢，跟市售上的普利盘枫叶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普利盘的枫叶好像高度特别高，那阻力特别大，所以在改装上的枫叶上，他们会尽量把枫叶做得很小，让它的阻抗变小，阻力变小，让马力可以增加，因为毕竟都是改装布品哦。那它是针对动力的取向做增加。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又在衍生一个问题细节，就是说，那为什么原厂要这么做？为什么它原厂的枫叶要这样设计，要这么高，让它阻抗大？原因当然就是为了它的传动箱的散热效果比较好。那改装目的的重点是要针对马力的曲线可以更好，可以需求更大的部分。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相对的取舍哦。当然，风量散热好，耐用度高，相对它的风量比较好，散热比较好，所以马力相对比较小。但是在改装的部分呢，它相对是散热比较小。传动箱的散热会比较差，但是它的马力相对会提升很多。好，那在这个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个中间值可以甜蜜点可以去寻找？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着手去开发这样子类似的塑胶枫叶的部分，然后轻量化的部分又可以兼具散热，又可以兼具马力的部分来做这个普利盘枫叶的设计。对，所以我们才会采一个分离式的枫叶，一个做一个塑胶枫叶，然后铝枫叶盘是完全独立的部分。对，那像这样子的枫叶的设计，我老实讲，我在之前的车款上面，我们不讲车款来说了，我在之前的老车的设计上面，我似乎有看过这样子的影子。对，没有错。那你们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从上面取得什么灵感，或者是你们又改善了什么样的设计？对，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之前前几个车款，当然更早的时候，甚至有人用这个枫叶呢。我们现在是做塑胶射出，比较轻。但是在最早的出现这样子散热枫叶的部分，它是用铁做的哦，它是用金属品，那相对比重是比较重，它占重量还是有。但是到后期也是有人出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枫叶分离式的，但是它是做到塑胶。当然有一个重点来，大家可能会存疑，塑胶是不是它的强度不是很好哦？可能高转啊什么情况下的时候，它可能裂掉或高温的部分。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就是在于它的固定点的部分。那最早应该说到2行程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流行塑胶枫叶的状况。流行过一阵子。对，流行过一阵，但是也要注意，它的固定点是在于它中心盘的曲轴螺母的锁固，所以它的枫叶的锁固是只有依附着单点。对，那其实普利盘在运转的时候，整个盘面最高温的部分其实会来自于中心，为什么？中间有个曲轴，又有一个套管，它会把后面普利盘的热跟引擎的热给传递出来。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这个普利盘的枫叶最热的情况下，其实在中心。那中心的话，如果你的塑胶枫叶又固定在中心的时候，相对有热的时候，就会呈现一个热缩性，它就开始软化。那软化的时候，在高运转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变形，它就可能就会产生偏摆，然后导致爆裂。所以这一次 Reveno 把它设计的锁点才是在这3个位置。对，我们就把这个3个位置移到最开的地方，而且是在刚好在枫叶的地方，枫叶进风过去的地方是温度是最低的。那我们把它固定点分身在这3个位置，然后固定在这上面的时候，而且是靠螺丝去固定的时候，它就不可能会有因为热的关系而导致这个风扇叶会有爆裂的情况。
OK， 像那这样子修割后，我们大家可以同整大概知道说，原厂它的枫叶盘，因为为了取决于耐用度啦，为了取决于接受程度啦，也许它的进风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对于动力的表现相对比较保守一点。那改装的诉求，它需要有比较强劲的动力表现。那究竟 Reveno 在这个风量以及动力的表现上，你们怎么去取决于这个平衡点 ？OK， 好，那其实风扇的设计其实就是会攸关，因为我们刚才都一直讨论到散热的部分嘛。那散热的部分其实就攸关于枫叶盘。那当然，枫叶盘我们会取决于用所谓的塑胶枫叶。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有些是因为大家都看得到，我们的一般的前组的普利盘枫叶都是用铸造重力铸造制成。那重力铸造当然会有一个极限，比如说它一定要有一个脱模角，所以它的枫叶一定要是直的。它才可以脱模。那相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普利盘枫叶呢，它必须要是直的话，相对它散叶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分高低。那为什么我们就先解释一下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原厂它的枫叶会做如此的高的原因，事实上它是必须要贴近它的传动盖，越近越好。为什么？因为枫叶呢，传动盖是一个平面，那你都会看到传动盖有开口一个圆。好，那枫叶盘越贴近它的时候，它才会有一个主要的风的动向从这个开口进去，然后而在这个风压，因为风扇叶我们看到我们的枫叶盘，风扇叶跟这个底部的枫叶它有一个高度，那如果这个高度是没有被密封的情况下，它的风是没有办法被正确的引导，它会在里面形成乱流。对，那如果传统的那个什么前组的话，它的枫叶因为做的比较短，那相对一定是比原厂短，因为它要追求速度、马力。动力的部分，那相对越短的时候，它离的传动盖越远的时候，它相对它的散热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风向的引流的部分，所以才会想，那如果因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下，我们又不要让风扇叶这么高，不要让阻力那么大，那相对的它就必须要用塑胶的方式来做呈现，它才可以做到我的风扇叶上面是有一个完整的平面，可以让这个风进到风扇叶里面之后，然后才利用这个平面跟这个风扇叶的间隙，让它风可以完整的往后面去导入。所以这一面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它散热的引流，它的风流的去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原厂的高度这么高，因为原厂高度风扇高度越高的话，相对它阻力越大。对，这个是取决于改装的这个前组的这个枫叶的部分所想法，所以会想到说我们应该是可能必须要用塑胶的部分。所以这一面是真的有作用的，并不是说你们把它彩绘的好像很漂亮。对，当然这个有作用之外，当然这个也是让各位消费者在装上去的时候可以比较赏心悦目，这是一个重点。当然这个是题外，但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部分。但实际作用，这个平面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大家消费者可以去观察，当买到新款的原厂车来的时候，当你比如说雅马哈的车，它塑胶枫叶一拆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风扇叶离传动盖其实是非常近的，或者是现在DRG 啊 KRV 你们都可以去观察，其实它的风扇叶其实离那个缺口其实是很近，它才可以完整的我从这边进去，它就从这边出来，而不是进去之后在里面乱流，然后不知道往哪边去。这样的风扇的风速的效率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才会呈现必须要靠塑胶枫叶的部分，因为塑胶射出它才可以两面夹嘛，它才可以完整的在风扇叶上面呈现一个平面。所以我不管我的普利盘的普利盘铝枫叶，不管是离原厂的离那个传动盖越近或越远都不影响，因为我制成一个平面在这边。我制成一个平面之后，它的导风就是还是有流速的、有效率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带动。这是主要我们会采用塑胶枫叶的部分，所以才会去想到为什么要这样固定，才会去衍生这些问题。对。好，那再就是说，大家可能在桌面上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塑胶枫叶的形式，其实可能你们看不到，因为这事实上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种的塑胶枫叶的形式。相信丁丁这边看到很多种，这边有5个，就是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应该都说每一种你们都有实际去测试过它的效能。对，那我顺便跟消费者介绍一下，大概有哪几种。事实上，枫叶呢，在
参考一些文献论文的情况下，其实枫叶可以分出3大类。我们就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解释像第一款好了，这是第一型。我们先不看这个斜角，我们先看这个枫扇叶啊，它只要是直直的，沿着，如果以这个垂直面来看的话，它是垂直的往外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径向式，它就是径向式。不管它有没有前面有斜，它只要直直的到达圆心的话，其实都是所谓的叫径向式，它就是垂直的。OK， 那像后面这个来，大家这个看起来好像往前转，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塑胶枫叶是这样子装上去的嘛，那事实上，我们看到传动箱的枫叶应该是往前转，往这边转。好，我们就这样分开来，往前转的时候，我们把它反过来，往前转，其实它是这样转。那你看到这个枫叶啊，它是往后摆嘛，等于是它转的方向它是往后摆，这个叫做后倾式，这个叫后倾式。OK， 那另外一种的话，同理可证，你看同样的方位，它是往前转的时候，它是不是前倾式？对，因为这两个就差异会比较大，因为刚才那个直线的话，我们都左右都不分，它就是径向式嘛。所以现在他们讲的，不管是正向或者是反向，我们把它统称，这个是有学科名的，就是前倾跟后倾。对，前倾跟后倾，对，这个就是前倾式，然后这个是后。我们如果同一样转的话，这个叫后倾式。我们直接模拟这样比较快，就是都是往这边转，这个叫后倾式，这个叫前倾式。OK， 这个其实各个枫叶呢，它的设计的方向其实都有它的优缺点哦，它都可以产生风量，但是它都有它的优缺点。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去做所有的风量测试，那来取决于它最佳的甜蜜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原厂它顾及了散热，那改装顾及了动力，那我们在这个动力跟散热的部分，我们去取得中心点，去让它取得马力不要太差，散热又够，所以我们在取决这5个风扇叶的部分，当然我旁边会再一一呈现我们这5个到底设计了什么情况，我们在旁边会呈现。那我们最后决定的会是这样的方式，这个就是看起来很像，我们刚才说了中间是前倾式，可是前面我们又改变角度。那这个因为大家看到是这样的话，所以它实际上是往前转。而往前转的时候，我们继续转的时候，我们把它反过来，其实它就是往这边转。那往这边转的时候，它其实这边是会切风，它会先抓风进去，从中心抓风进去之后，再往外排送，所以它就是一个垂直的分力，它就分向的。因为事实上风扇有分啊，风扇有分径向，就是轴流式，轴流式就是大家在家里现在在吹的电风扇，对，电风扇就是轴流式，就是同一个轴。好，那这个叫做离心式风扇。离心式风扇就是垂直的进入风扇，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排风的效果是从水平的沿着风扇往外排90度的对90度的转弯。然后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是叫做什么平流式吧，它就是同一个部分，就是从这边进也从这边出，那个比较不一样。但是其实离心式风扇呢，大部分出现在哪里？其实大家家里面应该都有。家里面？对，你觉得？我还真的不知道。没关系，你如果现在在看电脑的话，如果是你用电脑看的话，你的电脑里面的散热风扇就是离心式风扇，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从外部垂直进风，水平散热，对，大概是这种概念。这个是风扇，我们针对这个前倾式、后倾式，其实都有它的优缺点，都有风，当然它的取向不太一样。那我们能不能问说，前倾式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后倾式又有什么样的功能？好，如果你说它都有风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不管前倾后倾都可以散热。那这样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就针对前倾式、后倾式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像这个，我们现在直接拿这个风叶，我们是这样旋转叫前倾式。前倾式，你有没有觉得大家可能用就是看的部分就好了？前倾式，你会觉得它这个风是不是压着风在走？对，压着风在走。事实上，前倾式的风量其实是最大，风量跟风速、流速跟风压是最大的。但是相对的，前倾式我们就说嘛，压着风走，它是不是阻力会最大？对，所以这个是前倾式的优点跟缺点。好，讲到后倾式，它一样是这样转，
哦，它是往后摆的，它是没有压着风，它是顺着风走。但是顺着风走，相对它的流速哦，它的风压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可以减轻这个轴输出的力量，它可以减轻轴输出的负载哦，所以这个是后倾式的优势。OK， 但是它相对我们刚才说的，它的风量比较小，会少一点，风压会少一点，流速会比较慢一点。所以 Reveno 针对这个流量的测试，我们是针对进风量做一个测试。这边有一个排名，我们有针对在怠速的情况下的测试，然后我们也针对大家最常在骑乘路上的转速7000转，定速在7000转的做一个测试，我们做一个排名的总计在这边。那所以我们找到一个甜蜜点，就是我又既不失去动力，我又既不失去效率，散热效率。所以我们取决用这样的方式，又结合这个平面，我们不管它的高度有没有离传动盖越近，因为改装传动盖就是一定是比原厂的离对比较远，所以我们还是缩一点，但是我们不要丧失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把平面做起来，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这一次 Reveno 这个为什么要做塑胶枫叶主要的目的，跟设计的缘由，跟我们测试最后的结果的结论。造就我们决定用这样子的散叶的形式来呈现这个风扇叶的散热的部分。所以这样子总结来说啊，在这个重效表现上 ，Reveno 采取了这样子的设计方式，那对于一般道路上的改装车来说，是兼具了它在曲轴的阻力方面减小。那又在兼具到了进风方面的顾虑，所以说这样的设计对于道路车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改装速度。没错。那如果对于说速度竞技方面真的有比较需求的玩家，大家可以直接把这3个螺丝都拔掉。对。单纯这样的一个枫叶来说，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二话不说，直接拆掉，直接最紧绷。我想这也必须跟大家说明，这个东西就是有利有弊。没错，没有了这个枫叶盘的散热的效能，说相信你的传动衰退的速度相对会比较快。对。事实上，我们在前几次的研究室的部分，我们也有提到，事实上传动箱最佳的工作温度其实是在55度到95度。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是要兼具这样的部分，让我们的传动箱一直维持在好的工作温度下，让你有好的表现，然后也不要有热衰。那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也在长期在贴闸耕耘了很久，我们也针对赛场上的需求，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当然 Reveno 会做这样的尝试，就是为了我们希望市售的东西在赛场上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加工。讲白了，就像丁丁刚才讲的，把3根螺丝拆掉，它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赛场上使用对完整的比赛盘，对，它根本不需要再做另外的加工，这是非常可以快速的应对。那当然，你可能偶尔跑山，或是偶尔有兴趣有在跑场地的去练车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个秒数的时候，你就把传动盖拆下来，3根螺丝拆掉，你可能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或需求。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最快达成我们这个普利盘主要的目标的设定。对。那修哥，你们这边这样子做的这么的漂亮，那你们接下来还有别的设计吗？或者是就是这样？我如果把我的头像放在上面也可以吗？其实可以。事实上啊，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平面其实是看起来好看，但实际它有目的的嘛。那当然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平面做一下不一样的变化。那相对人都是视觉性的动物，所以我们其实针对目前看到的可能市售，大家有了解我们的前盘的部分，可能会知道我们现在有出3种样式，3种样式，对，不同的花色。但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花色呢，是每300组就会换一种花色，所以它卖完就没有。对，而且你有没有从以前到现在，绝对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绝不再版这件事情。所以这300组过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颜色，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化。当然，如果你对 Reveno 这么有忠诚度的话，有这么有兴趣，会觉得我们设计的这个图案很好看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另外加选，可以去添购这样的风扇叶来做更换。当然，事实上我们也留一个伏笔，大家都觉得，我们设计的好不好看？如果各位消费者如果觉得不好看，或是你有任何其他，就像丁丁刚才讲，可不可以印他的头像上去？可以才怪。
OK。事实上，我们也希望到最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个活动，我们征求所有的消费者有对这个有概念、有想法的，也可以投稿来我们的 Reveno 总公司。那我们也我们来评选，看哪样的设计缺评中选的部分，我们就针对那个部分出一个限量版。对，印美女的头像在上面，也可以。中选。对，没错，这个是我们采用这个3D 固化的光固化的部分的印刷，这个是雷同这个3C 等级的，它不会因为你会觉得它可能热的话会不会溶掉啦，或刷洗啦，或者是大家的清洁传动时可能要化清剂啊，或是杀菌剂去清洗，它完全不会腐蚀。所以这个涂层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色彩很饱和、很鲜艳，这个是我们有去做功课的部分。对，但事实上我也要补充一下，当然我自己是开发者，我当然也要做一些测试。那我们的测试其实做了很多，包括马力机上的测试，包括温度的测试，包括风量测试，当然大家也看到图表，那也做了很多数据。那事实上我们也做过实际上的路测，那我们的路测我们有做过1日50，我们也做过2天的切西瓜环岛，对，环岛切西瓜环岛。那事实上我针对这样的风扇设计，我也很怀疑到底它有没有帮助，所以我自己开发者，我自己当然数据上已经有表现了，这是一个。当然我需要它真正实际上印证去画，我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测试，我也去做了切西瓜，我也去做了环岛，我也去做了1日50。确实，我们甚至也做一个对照组，在一台车上完全不装枫叶的情况下，跟一台车上有装我们市售的枫叶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比对。那确实有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完全没有装风扇叶的时候，当然。在骑乘一旦高速的情况下、高温的情况下的时候，确实它会有一点点衰退。就是风扇的毕竟还是会好一点。对，它确实有一点点热衰，这是完全不可真的，这不要骗人，这不可能说没有风扇它有散热，对，这是不可能。当然，我们有做，甚至有装了我们的风扇，我们去做切西瓜，我也做了一个花了很多钱的测试，就是没有在停，也没有看测速照相。我从屏东垦丁，当然这不要学啊，就是从屏东垦丁一路到台北总公司，我只花了7个半小时，7个半小时，我只有停苏花前的新城乡的 Seven 停了15分钟，然后一台水冷大 B 我自己的车，我去测试，我的油门大概就想办法就是0跟1，甚至我有记得好像从垦丁恒春到经过南回，然后一路到台九线吧，好像过台东到花莲，好像只花了2个多小时，就是几乎没有停的情况下，那个大概200多公里，记得，对，我记得200多公里，但没有停。我们每次在吹的时候，它永远的转速就是一直恒定在我们需要的转速点，它的定速一直定在这里，而且完全没有衰退的状态。这个是我实际经历的体验，当然我们想印证，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在前期的测试我们花了很久，我相信也很多很期待。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当然也感谢大家所谓的等待。当然，我们也在粉丝专页有收到很多资讯 ，SMA 怎么还没出来啊？进站4、5代啊，怎么还没出来？T 瓜啊，这个怎么出来？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要针对这样的数据，我们去做真实的测试，跟抓这些数据，所以我们的开发跟当然疫情的关系或什么的。当然也有材料的上涨啊什么的，我们会针对这样的部分才会拖延了这么久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推出的产品是装上去是有效果，而且不是就是好笑的效果，是真的有效果，而且不要我们Reveno当然也不期望说这个效果是有多无敌，但是我希望它是可以用的久，用的安全，然后用的就是效能跟它的所谓的耐久性是可以达到平均的，改得安心，骑得开心。对，我们不希望是出一个很极端的东西，当然要极端，我们就说了嘛，3个螺丝拆掉就很极端，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一贯在针对我们 Reveno 产品的一贯的想法跟思维，在开发这样的东西。对，我必须要问，为什么你们这个蚊子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啊？我做一个访谈，我要脚要被叮得乱七八糟的。这个结尾啦，这是结尾啦，刚才有结尾了。